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探索魔法、宇宙，然后还有这个地球这款游戏的游戏规则。只要我们提升我们的意识，我们就可以从一个 NPC 变成一个超级玩家。那我们今天的超级玩家们要来聊什么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包括我们会想要录这个主题，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身边这一些来来去去的人，什么叫做来来去去？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哇，我跟这个人还有缘分哦，然后就凑合在一起了。可是你也会遇到有一些人是我以为我们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可是我们又莫名其妙的走散了的这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他们？因为其实我们生命当中不外乎遇到的很多事情，就是围绕在第一个金钱，第二个人际关系，第三个爱，第四个健康。我觉得不外乎就这4件事情。而人际关系它要占着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你吃饭，你需不需要就是买菜点餐？那你就需要跟外面的人接触，然后到很多食衣住行娱乐全部都跟人脱不了关系。所以也是因为人至于我们而言很重要，我们也很常执着跟纠结在这件事情上面。比如说关系的层次、关系的深度、关系的相处模式，我们在人性方面就越比较容易放入一些我们内在的执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解开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解开这一些我觉得有一些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最后为什么会选择离开？那些我们以为会陪伴我们一辈子的人，到底为什么在某一个时刻就突然消失了？背后有没有其实一个更庞大的灵魂蓝图正在运作着？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说有是密谋吗？你说什么？密谋是密谋吗？我觉得很有趣。我们越来越认识身心，我们就知道所有一切生命当中一定它都有它的安排。那到底是如何安排的？我今天就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灵魂到底在下来投胎成为人类之前安排了什么东西？你要说密谋吗？肯定也是密谋。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密谋的过程。你们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来到这个地球之前都是跟所有你接下来会遇到的人开过会议的吗？有听说过。有听说。没错，这个会议我们叫做灵魂契约跟投胎前会议。在我们的灵魂投胎前呢，我们会进入一个过渡的灵魂层面，有点像是好，今天这是我的灵魂，然后这是我要投胎的地方。他在下来投胎之前，他要先过这一关，这个过渡层。那这个过渡层是什么？有些人就称为阿卡西记录，有些人就是称为灵魂图书馆，有些人就是称为灵魂议会。你要在这个议会当中去讨论，因为在这个过渡层它保存着所有你灵魂曾经过去经历过的一切，所以它会开始在这个过渡层调阅资料。也调阅什么样的资料？我前世学到了什么，检视我哪一些课题还没有完成，去跟其他的灵魂伙伴协商说，那下一世我要如何安排我的灵魂进程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在灵魂投胎前，我们会进入一个空间的意识场，有点像是你们有看过那个迷因吗？就是上帝怎么创造人类的，加一点点执着有加一点点善良啊，加一点点险恶啊，然后啪就成为你了。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空间，你的灵魂其实是有主导性去选择你接下来的灵魂要怎么样子去安排的。有没有什么好奇的？那他们是怎么开会的？你们就像是一个听故事的小朋友会议是如何进行的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灵魂剧本的排练，有点像是什么样的排练？首先第一件事情，灵魂会打开自己的阿卡西记录去检视自己的成长进度嘛，然后确认说 OK 我这个灵魂此世现在学到哪一个阶段了，然后有点类似功课检讨，就先检讨自己说我哪些地方做得很好，那哪些地方还要再跟进步。因为毕竟我们身为人类，对于灵魂来讲100岁是一件很短的事情，我们能够经历的东西是很短很短很短的。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办法在短的时间之内学完我们原本要安排的事情。 OK， 因为我们虽然会安排我们的灵魂剧本，但是同时我们也有我们的自由意识。所以也许我今天就是决定在这一世学完爱的议题，可是我没学完，因为我的自由意志让我学了其他的东西。这算脱稿演出吗？我算，有点像是
我们灵魂在做剧本安排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给一个大方向。那个大方向举例来说，就很像是说你大概在几岁到几岁之间，你会经历一场爱的灵魂考验，这是一种模式。他预期你会在25岁到30岁之间完成爱的磨练，在30岁之后你就会遇到你的真爱。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执念越来越重？当我们执念很重的时候，也许你在30岁以前就没有办法学完这个课题，那后面的灵魂进程就会有所调整跟转变。就是拖延的概念。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还是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啊。因为灵魂创造了你的生命，对不对？你的本质还是灵魂啊，所以你还是创造者。所以虽然你在灵魂层次的时候已经创造了你的剧本，但不代表你是人类的时候不能继续创造你的剧本，你还是可以创造它。 OK， 只是有觉知跟没有觉知的创造而已。有觉知的创造是什么？这个我们就可以聊到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有在修行的人命是算不准的。为什么有在修行的人命是算不准的？因为呢，也许你本来的灵魂剧情安排是这个样子，但你活出了你的觉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无时无刻都可以调配你的剧本，所以会自己改变一个新的剧本。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你本来就是创造剧本的人啊。那我先给你一个框架，我在灵魂层次的时候，我先给自己一些框架，可是不代表我成为人类的时候，我不能再继续创造、继续改写、继续编写。所以我们的灵魂是可以自己去决定我们的剧情安排走向什么的。可是呢，有觉知跟没有觉知很大的差别就是，当你是没有觉知的走向这个剧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走出完全不符合你灵魂蓝图的道路上，这个东西就会比较危险。你说自己换剧本演是不是？换剧本演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有觉知的换剧本跟没有觉知的换剧本的差别。好，没有觉知的换剧本是什么样的差别呢？比较像是说我很迷茫的浑浑噩噩的，它的频率就是比较偏这样子，然后不知不觉的好像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让自己陷入了这个绝境的那一种迷茫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灵魂它就会有一些触发机制，这些触发机制可能包含生病，可能包含很多，这个我们之后可以换，就是用另外一个篇幅再讲更大量有关于就是假设灵魂脱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OK。 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做灵魂会议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就是去检讨嘛，然后去决定那我下一次要学习什么，那我要学习的时候是不是需要 NPC，我这个灵魂月这个灵魂他要完成爱的课题，那完成爱的课题他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人来教他怎么爱，引导你？对，有一个人去刺激他什么叫做不爱，有一个人去告诉他说爱的层次有哪一些灵魂导师，然后有的人告诉他说如果我们极端的使用爱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会有一些很多的人来到你身边，然后帮你去拆解爱的层次有哪一些东西，最终你才会有一个明白。 OK， 所以呢，我们就会在灵魂的这个蓝图过程当中去呼唤跟自己有连结的人，比如说过去的灵魂家人，前世跟你当过家人的，或者是说灵魂伴侣，或者甚至是你的业力对象，业力也是灵魂自己安排的然后彼此去讨论，那谁愿意当我这一世的父母、孩子、伴侣、老师等等的。所以会出现在你身边的所有角色全部都是你的灵魂预先就已经帮你设定好的 OK。 而且每一世通常都会有一个主线任务跟支线任务。怎么知道？调阅阿卡西记录就可以知道。我的灵魂手术的这一项疗愈服务项目就一直在升级嘛，然后我在今年8月的时候我就升级了一个内容，就是我可以帮你去调阅你现在这个灵魂的主要任务跟支线任务，跟你现在这个灵魂跟地球合作的关系进程目前到哪里。对，所以怎么约？所以在8月以前的来找我疗愈的个案是没有这个服务的，但是8月以后有，所以要怎么样去了解，其实就是调阅阿卡西记录就可以知道的。OK， 好，所以呢，每一个事它都有一些主题课题，但是也会有给自己自由意志保留的空间。就是你可以想象，灵魂就会写大纲，但是细节就会交由自由意志去选择。那大纲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我一直在举一个例子，我今天就是确定我台中会到台北，这叫大纲。细节是什么？我要坐什么样的车，我什么时候之内要到，我需要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完成这件事情，这个就是灵魂的自由意志要去选择，但是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到台北。所以当你没有到台北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要校准你的方向，然后他就会开始有一些另外的一批人马告诉你说没有哦，你的目的地是台北哦，他会提醒你，比较像是这个样子。所以会制造很多困难给你，会制造很多机会、机缘跟安排，让你绝对会到台北这个地方。那如果你突然往南走嘞，他会把你推回去？
他往南走之后，他会去观察你说你为什么要往南走。如果这个往南走是可以开启你的支线任务，或者是说可以开启你的主要任务的话，那他这其实不会阻止你。对，但是如果你往南走，然后开始偏离导航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发生一些事情，对，然后让你回归正轨。我现在比较想要问的是，就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是只会开今生吗？还是我今生死了，然后我才会开下一生？只会开今生啊。你下一世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取决于你今生会创造什么。你先经历完才会知道下一世你还要什么课题。对啊，因为所以灵魂的安排是一关又一关，所以之前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今生会成为一个专业的大师级，是因为前世他有千百次的失败经验，所以你今世可能好，我今世什么东西最弱，我今生可能美感最弱，可是我会在累积，从透有好多世去累积自己的美感之后，有一世我就会成为一位超级美感大师。对，所以他不会马上，就是因为你的灵魂就是有支线跟主要任务跟支线任务，所以那些支线任务都是在推动未来的你，没有错。可是你今生就是有你自己的主要任务要去完成。就像我刚刚讲，对于灵魂来讲，100年的寿命是很短的，所以这些100年的寿命对他们来讲就扎一下，你灵魂又回来了。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不需要去安排那么远的事情。我怎么觉得很久？对，就对我们人类来讲是很久的，但是对于他们的时间线来讲，是扎一下你的灵魂就结束你的安排了。桑迪都没有问题，目前没有。OK， 就是跟自己听到的一样。OK， 好，那我想到一个问题了。之前有听过，就是灵魂蓝图是经过缜密的计划。对，那个缜密，你说就是他们在议会有讨论出一个大纲，对，然后之后下来之后要怎么发展是自己的事情，对。但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每一个剧本都已经想好了呢？就算是脱稿，那个脱稿演出的剧本也是他们已经想好了。是啊，他们会这样子，所以平行时空就是这样子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你今天我就算想要你去台北，但你也可能就说我不要，所以他们就会思考到说，好，如果这个灵魂他在当下否定不要的话，那他会展开什么样的平行时空？所以会再换下一个剧本，他就会换下一个平行时空。所以大家要知道，时间跟空间不是线性的。当我们用线性的思维去思考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只能待在同一个时空，脱稿演出就一定要回来，脱稿演出就一定要回来，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今天如果也是很确定，我就是不要去台北。好，确定齁，真的很确定齁，他一定会尝试说这是你要的吗？他会一直去刺激你，这真的是你要的决定，还是你只是觉得我没有，我不想去啊，凭什么听你的话？这样子的状态，他会灵魂会知道说你根本就不确定，你不确定的话，那我就尽量帮你弄到回来正轨。可是如果你很确定呢？我很确定，我有觉知的确定，我就是不想要往这一个剧本走。那好，那恭喜你开启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那我们就不要去台北，你想去哪？你想去高雄吗？好，那我们去，它就会是这样子进行的。所以我们不会只有一种剧本，我们会有很庞大的剧本剧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叫做固定角色，有一些叫随机角色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什么叫做固定角色？爸爸妈妈。对，你的爸妈是你的固定角色，你未来选择的家庭也会成为你那段时间的固定角色。可是这些固定角色就是会帮你，有点像它是你的核心，你的核心是脱离不了这个东西的。但是后面发散的随机角色就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各种可能性的状态，比较像是这个样子。那谁来主持跟掌管这个灵魂的议会呢？其实会是由我们的高我，我们的灵魂导师去陪同的，去帮忙检视跟引导这个议会所谈论的内容是不是真的符合这个人的灵魂最高意志跟意愿。所以在很多我们透有一些灵魂回溯的经验里面，其实你是会回溯到你在开这个灵魂会议的过程哦。你可能会看到有些智慧长者的存在啊，宇宙顾问团队啊，然后帮助你去理清方向。所以这些东西它都是帮助我们去在这一款游戏当中有一定的维持纪律跟秩序，去保护这个地球游戏规则蛮重要的一个过程。那我要怎么想起就是那个时候在开会的那个时候？你说你要怎么想起嘛？对啊，做灵魂回溯记忆可以，催眠可以，催眠是可以引导你回去你原来灵魂原生的状态的。催眠是一种方式，你冥想的时候也可以回去，你只要锚定一个时间点，你就可以回去那个地方，然后去看见它。所以我就要设一个，就是我要回到我的生命的源头。对啊，是可以的，然后我就可以回去了。没错，你就可以回去了。但是呢，说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为什么一堆人做不到？对啊，为什么？你觉得呢？因为有意图。
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可以随着任何自己的决定去跳跃不同的时间线跟剧本的，可是能做到这个层次的人，第一，你一定要对这个地球的游戏规则有一定的信任跟了解。其实很多人是听了很多大量身心的资讯，可是他不相信这些资讯，所以他对于本身这些游戏规则带着很强烈的不自信跟不信任，因为很想用逻辑去分析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随着他的心走。那当你没有办法随着你的心走的时候，你是不会信任这个灵魂要带你去的地方的，所以你自然而然进入不了这个场域，你的权限也没被打开。那权限要怎么被打开？你真正的活好人类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才会进阶到灵魂的这个意识层级。你进阶到灵魂的这个意识层级，你的权限才会越打越开。那自然而然能调阅的资料，能看见的未来、前世、今生自己就越来越多。所以要怎么养起这个状态？其实为什么会有疗愈师的存在，就是因为疗愈师他的权限的确比一般人还要多。疗愈师是怎么做到权限比一般人多？那叫做自我修炼。当你的灵魂内在够稳定，他当然就会知道说，我把这个权限开给你，你不会去胡乱作为。我先撇除那一些走火入魔、胡乱作为的人来讲的话，正常情况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还没有办法自己去调阅前世的时候，需要一个疗愈师的辅助。但我也要强调，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可是那疗愈师说的就是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它不是真假，而是说阿卡西图书馆之所以会被叫图书馆，是因为这个场域啊，它的确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就像图书馆的那个书架一样，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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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来讲，1到8层，这个疗愈师他权限只被开到3，他就只能调阅1到3层的资讯。举例来说，他能够调阅你跟这个人前2世的关系。一个疗愈师他权限被开到8，他就可以调阅你8世的关系。我只是随便先举一个数字让大家好去理解，但这不是正确的。他就可以调阅你8世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你找不同的疗愈师去问说，疗愈师请问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是什么，你可能找3个疗愈师，3个疗愈师都跟你讲不一样的答案。对啊，可是关系层次会差不多。举例来说，你过去跟他就是有很多的纠结，但实际的剧情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每一世的剧情都不太一样，所以疗愈师跟你描述的剧情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就是看到的哪一世是不一定的。对，看到哪一世是不一定的，但是核心的东西会差不多。调阅到3层级疗愈师跟你说，你们之间纠结的业力关系蛮重的哦。但调阅到8层级的疗愈师就跟你说，你们之间的纠结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样子更广阔的剧本？那调到12层的疗愈师他就跟你说，好，你们的纠结来自于谁？人事时地物，他可以越更清楚的跟你表明。举个例子就是这样，所以不需要去纠结剧情如何发生，只要去明白一件事情是，所以核心课题到底是什么？这个比较重要。你要解决的是什么？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剧情怎么发生？我被他推下悬崖，或者说我被他推下海里，我被他掐死，反正结论就是你死了嘛，被他害的。那你们之间到底要核心学到什么？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会有一个纠结，是我好想知道这个剧情的前因后果。对啊，可是前因后果真的不是特别之重要。以灵魂剧情安排来讲，它只是剧情，但它不是重点。他要你看见什么？对，他要你看见这个剧情背后的原因、价值、意义，对于你而言最大的学习等等的。所以我也要跟各位听众来讲，就是当然了解很多画面感会让你带入其中，可是不要执着这些画面的真实性，因为那些画面就只是剧情。灵魂会安排100万种剧情让你死掉，只是看你要用哪种死法，但结论就是你死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疗愈师他所看见的东西真的会不太一样，但不代表说他就不对，而是说你永远去找疗愈师的时候，我们也要抱持一个核心思考，是你要去厘清的不是为何他要这样对你，你要去厘清的是他这样对你背后要让你学习什么，这才是重点。为什么会觉得很困惑？因为就是一直陷在剧情里。你们会陷在剧情里吗？离不开。我已经不会了，之前会。那你之前会怎么陷入进去？就还没有觉醒啊，就会一直陷在里面。对啊，就会一直想说他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对，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宇宙的有时候剧本就是莫名其妙。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吗？就是有些人会莫名其妙出现在你身边，然后莫名其妙捅你一刀，然后就离开。所以很多剧情它是毫无逻辑。可是要怎么知道你在那边真的有学到你要的课题啦？那现在你在哪里？你说当时的那一生那个当下吗？没有，就像可能是这一段关系结束之后，那你就是可能沉浸在那个失恋的情绪里面。对，你如果没有回去回想的话，你有办法知道你的课题是什么吗？我不会说要回想那个剧情，我会说要去觉察这个过程，它触发了你哪一些情绪，它让你感受到了哪一些事情，让你体悟明白了哪一个
状态，他会是一个所有的灵魂安排都是这样的角色。听不懂。来，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一个人好失恋的原因，他可能就是突然就是劈腿，好，可能我们就会纠结说为什么他要劈我腿。对，因为最后都是先想到这个。对，你为什么要劈我腿？你给我一个解释。然后对方可能就会去跟你讲说，我就是不爱了。什么叫做不爱了？对啊，你曾经对我做的1、2、3、4、5、6、7，我可以看得出你很爱我啊。那你怎么说不爱就不爱？怎么突然就衍生了8、9、10、11、12不爱我呢？对吗？你会一直在从剧情去抓剧情，去抓说我眼里所看见的是这样，我心里所感受到的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有一天就断了？毫无逻辑呀，对吧？对，因为呢，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东西，它并不是用逻辑去推断的，就很像是你有眉毛这件事有逻辑吗？你有睫毛这件事有逻辑吗？天生的。你的牙齿有几颗这件事有逻辑吗？回到最源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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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头，你会发现所有东西它就是创造出来的，感觉就是缘分。对，就连伤害它也是就出来了。我有一天就觉得我不爱你，有一天我就觉得时间到了，然后我创造各种剧本让你离开，对，我创造各种剧本去完美解释我想要劈你腿的理由。所以剧本都是可以被创造的，所以剧本不是重点。我内心想离开，我就是下定决心想离开，然后毫无理由的。所以每当跟你讲说你为什么离开，因为不爱了，也许这就是答案，你要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大家都不会觉得这是答案。对，大家都觉得这不是答案。为什么？因为执着啊。你就想执着剧情，就是好像很多东西都应该要是必须得被厘清清楚的。可是就像是我们一开始回到源头，灵魂在开会议的时候，他们其实也都是说我要让你学习爱的课题，然后才开始编写剧本啊。哦，是这样哦。对啊，我不是编写了剧本然后去衍生说好，所以在这个剧情里面你要学到爱，不是，我是先决定你要学到爱，先决定主题。对，我先决定主题，然后开始让这个主题合理化，然后才编写剧本。就像是我们今天在写游戏软体的时候，合理吗？有合理吗？一点都不合理。所以啊，我们灵魂认知的合理跟人类认知的合理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要觉醒？醒来就是因为你要开始校准灵魂的认知系统。但是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影片，他说就是这一生就是带给你的这些挑战都是你对付得来的，所以他才会给你这个课题，就是因为你完成得了，所以他才给你。而且为什么你会完成得了？因为使你完成这一些的贵人、机会、机缘，全部都已经安排好，自己安排好的。对啊，他都已经帮你安排好，这个人会在爱里受伤，所以在爱里受伤的时候，他需要一些机制去陪伴这个人。他就会派很多身边的人来支持你，然后让你感觉到你还是被爱，然后你就会振作起来，然后继续往下一个灵魂蓝图开始安排。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灵魂它永远都是决定你要学到什么，然后开始去衍生你接下来的角色，然后剧情。就像我回过头我刚刚讲的，我们在设计一款游戏的时候，你会先设计游戏每一关要学到什么，还是你会先想说我要怎么跟这个 NPC 谈恋爱？你不可能就是先设计一个谈恋爱的系统吧，你一定会先知道说每一关破关的目的是什么，完成了你解锁了什么你就破关了，然后才开始去设计说那解锁的过程当中我要增加什么元素啊，然后让这个游戏变得很好玩啊，然后等等的。你不可能是先说好，那我现在要跟这个人谈恋爱，再跟这个人谈恋爱，下一关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先谈了再说。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剧本更荒谬，对吧？这才叫毫无逻辑吧。所以你一定是有一个目的性的，然后那个目的性就是要带给你成长。当然很多人就是的确执着于那个剧情当中，这个执着于剧情它太真实了，也是一个剧情吧。太真实了，我觉得是真的很真实啊。就是你痛过，你爱过，你陷入过，你受伤过，你又清醒过，所以这些很真实的情绪会让你陷入在 NPC 的状态，而你忘记了这些要带给你痛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因为你要去明白很多东西啊，所以你才要去体验啊。还是你觉得体验就只是体验？你觉得呢？就比如说我体验，我就是要体验被劈腿的感觉，然后没了。好啊，可以体验看看，超好玩的。你说你劈人家还是人家劈你？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这样才有做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有这个节目，很大一部分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地球游戏规则的认知系统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要换一个认知系统去认知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你的剧情会越上一层楼。我前几天才跟我朋友聊一个蛮有趣的东西，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你过得快乐吗？你的生活？
他说很快乐啊，我做着我喜欢的事情，然后好像我也完成了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边出国边工作，然后现在目前恋爱，当然有一些不舒服，可是我也觉得这些不舒服我可以接受啊，不就是体验之一嘛，然后就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他看似很开心，但是他在一个 bug 里面一直旋转，这个 bug 叫做你的灵魂剧本没有在换，你的灵魂剧情没有在换，对，你一直在舒适圈里面。虽然你很享受跟你很开心这个状态，但你这个状态多久了？他就说应该有一个蛮久的嘞，就是好像这几年都是这个样子。我就发现到一个问题，对你很开心，对你走在你的灵魂蓝图道路上，但是你没在成长，没有新的刺激，没有。我就说对你开心，你享受，你觉得很棒。如果我说你这个灵魂剧本会这样子继续10年、20年、30年，就是完全场景也不会变，人也不会变，你要经历事情也不会变，我就说你可以接受嘛。然后就想了一下，他就发现说，也许我此刻很享受，但是这个剧情要让我活10年，我好像就没那么享受了。所以你知道，疲倦啊，对，会疲倦。所以他看似走在灵魂蓝图道路上，他看似很享受他的生活，他看似很喜悦，他很有觉知，因为他对于他生命当中遇到伤害都觉得没关系，都是成长，都是成长，都是成长。他没在成长，他只是这里成长了，但是他没有画出去说好，那我来换一个剧本挑战看看。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要经历很多很强烈的冲击感？其实这些冲击感是好事，你不可能一辈子享受你的生活。你有时候过度享受你的生活，你会忘记你要换一个剧本活活看。所以这些冲击感，被劈腿的感觉，被觉得很孤单很孤独，然后被怎么样的感觉，这些冲击感很棒，因为这些冲击感都是让你跳跃到下一个游戏规则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唯有这些冲击陷入进去的感觉，你才会想尽办法让自己活过来，你才会想尽办法想要让自己不陷入这个状态。所以有没有人就这样，然后就是可能你要先蹲下你才可以跳得高，更高。那有没有人就是蹲下去然后就坐下，然后就我蹲下就躺平也有，啊，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的极端值。我极度的享受我的生活，跟我极度的讨厌我的生活，这个极端其实都是不舒服。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讲，我那时候提点他完之后，他才发现对，他其实还在 bug 里面。我就说好，那如果你要换剧本，你接下来换什么样的剧本？然后他才开始把他那一些内在没有面对的恐惧面对出来。所以回到核心，就是他看似享受他的生活，但其实没有享受他的生活，所以剧本才没换。所以每一个人会走到一个极端值，一定都是因为你内在有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所以当你只要哪怕你不愿意面对，你都没有办法跳脱这个剧情，所以要逼着你去面对它。面对有很多种方式嘛，被动跟主动。逃避不是面对。为什么不是？我选择逃避啦。但我觉得可以逃避，就是没有，就是逃避一下，但是你总有一天你要出来面对这件事情。对，就是你可以蹲在那一下下，我真觉得都没有关系。你想要躺在，你想要好吧，那就先躺着一下，那也没有关系。但有一个核心的原理，就是只要躺下也好，站着也好的这个状态已经形成了你的舒适圈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提醒自己，我们的灵魂该要清醒的。因为当你在舒适圈的时候，你是不舒服。你知道为什么在舒适圈里面很不舒服吗？没有长进。没有长进，还有呢？会浑浑噩噩的。会，因为你对你的生活是没有热情的。舒适圈之所以叫舒适圈，就是你习惯了嘛。我习惯了，我把我身边的所有事情当作理所当然。那把身边的所有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生命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可是这样不会觉得有一个安全感吗？就是你做的事情都一样，你不是会比较有安全感？会有非常强烈的安全感，所以才叫舒适圈。但是我们人的需求是不只有安全感，其实你的人还有很多的需求，你的自我价值想被满足，你会想要自我实现，你会想要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你会想要知道我这个灵魂还有什么样子可以去创造更多火花的。所以安全感只是最基础的满足。所以为什么会有马斯洛需求理论？你知道马斯洛需求理论顶端叫什么吗？自我实现，就叫做自我实现。所以我们的人其实是有很多层次的需求的，你不是只有单一层次的需求，可是你能不能破解这个层，就是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目的。所以要跳脱舒适圈，然后再去跳脱的那个地方找到你的安全感。没错，因为你会认为这个叫安全感是比较来的。什么叫做比较来的？好，我以前觉得我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很有安全感，可是我已经看过原来大房子的视野，然后我实际进去体验看，我才发现没有大房子才会给我安全感。所以有些时候安全感是自欺欺人。所以要先去体验了之后你才会知道。没错，所以为什么叫舒适圈？就是你舒适圈会以为你认为的就是一切，因为你没去看过其他的。没错，你没去看过其他的，你就会觉得这里就是我可以接受这个全世界，我最安全的地方。对。所以
当你又跑出去外面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以前会带给我安全感的事情，其实那不叫安全感，那个叫逃避，那个叫逃跑。你会觉得你的生活是有办法一直待在同一个圈子吗？也不可能。所以这就是灵魂进程的安排，你的灵魂一定会安排让你去接触一些跟你很不一样的人，跟你很一样的人，然后让你去打开你的格局，看见更多可能性。尤其是网络时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觉醒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你可以从网络上去看见跟你生活一点都没关系，是超越你舒适圈的生活模式啊，所以它让你看见了，它让你看见这个可能性了，你才会反思过来说 OK， 所以其实这也许是我要的。可是为什么以前的人觉醒没有那么快？因为看不到啊。但是那个叫什么、IG 不是就是你可能都看同一类型的东西，就是演算法，就是一个演算法一样的，就又变成舒适圈了。我们会认为那叫演算法，但其实高龄是会操控演算法。所以有一集有讲过。对，所以呢，有些人会莫名其妙就突然 YouTube 界面出现我们的频道，突然想要告诉你开悟是什么，觉醒是什么，你的 YouTube 突然界面就突然出现这些东西了，平常也没在看这些东西，平常也没在看，可有一些人就出现了，趋于好奇心嘛，然后就点进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的世界就这样被打开了。当然演算法它是存在的，但是高龄它是完全掌控你生活一切要所看见的人事时地物。好可怕没错，对，所以我才会说它就是一个很缜密的剧情安排。就因为很缜密，所以我们更要去把我们生活周遭的一切不能当作理所当然，它都背后蕴藏着很强大的讯息、资讯跟很多的要让你去看见、照见的事情。这样不是很累吗？谁很累？自己啊。为什么？你无时无刻都要在想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会觉得很累的原因是因为觉察对你来说是痛苦，觉察对你来说是要看见自己内在的阴暗面的，而看见内在那一些多重可能性的自己对你来说还不太习惯，因为很像是我对于自己有一个想象嘛，我的想象就是我自我认同，我就觉得我很漂亮啊，然后我生活很棒啊，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讲说没有，你有可能这些都是你的假象，你就觉得怎么可能？我的认知被瓦解了。而那个冲击感并不是很多人都可以接纳，自我欺骗啊。对，你会觉得觉察好累，觉察很不舒服，是因为我们的确还没有足够的韧性，又或者是我们昨天讲的心理素质，去看待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切的实相是什么。当你越能够接受这个世界的真实，你就会发现觉察就是在回归到内在的真实。但如果你对于这个世界还是有一些假象、假想、理所当然化或是阳光化这些东西的话，那个是不真实。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思考，觉得自我觉得很痛苦的人，那你活在什么样子的认知世界？你觉得？觉得应该一切都要很好才对。对对对，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执念，然后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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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怎么说呢？我不会说这些掌控欲、这些执着不应该，你应该要放掉，你应该要怎么样？我会说，比如说，你看你现在会遇到我们，然后有这样子的环境让你去学习，也是代表说你的高龄也对你挺好的。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对，那会不会你就是学习个3年5年，然后都没有办法明白那个道理？对啊，或者是也有可能，但你会焦虑于这件事吗？会。好，那为什么你也会焦虑？我觉得好像也是比较就觉得别人都可以可能几个月或者是几天或者一瞬之间他就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些事情，可是你可能听5年10年，然后你还是觉得你还在原地的感觉。好，就算还在原地，我们都也要知道我们的灵魂渺小到一个不行，也就是说你能不能接纳，也许你就是这个状态，这就是你，这个世界也需要这样子的角色，那你接不接纳？不行。你看又不行了，对不对？对啊，所以有些人的确他的灵魂路径安排就会在一个这样子矛盾的过程当中一直轮回。我不觉得他会一直轮回。不会吗？他不可能一直轮回，可是他会需要在这个矛盾当中去体验，就像是比较自己的灵魂进程这个东西，它的核心本质是因为别人活出了你想要活出来的样子。对，但是你觉得你无能为力，跟你还没有办法像他的安排一样去走。可是就是一样，我们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妈昨天讲的，我妈昨天就说谁手机是一模一样的，你能找到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人的手机跟你一模一样吗？不可能，手机就像第二个你会创造你自己的世界。
我刚刚说的，那你能不能接纳？的确，这部手机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部。然后那个就是你。我知道他看起来好像是心中也会觉得说，哈，可是我就是想要跟别人一样，我就想跟别人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打开提升我们的意识？提升我们意识最核心的原理就是，那你要先知道这个地球的游戏规则。这地球游戏规则就是不好意思，你找不到世界上跟你第二个一模一样的人，那你就是独一无二。你的独一无二存在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当你能够思考到这个层面，这个比较性会被瓦解了许多，因为没什么好比的。你知道比要怎么比吗？你一模一样的东西拿来比你拿不一样的东西来比有什么意思？所以当你要比较的时候，你想说这世界没有人跟我一样。对啊，你要比较的前提是什么？比一比，那你就要得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去看，你的眉毛多一根，就是真的极度相似的。可是你怎么可能？人类是一个有很多元素所构成的一个生命体，所以你找不到极度相似的人，就连双胞胎长得一样，内在性格都不一样。就算内在性格80-90%一样，但你外在条件可能又会把自己打扮的不一样，所以真的没有一模一样的。比较的原理，你要嘛就是两支笔一模一样，然后去看哪支笔比较好写，也不要去比真的太不一样，不然你真比不完呢。真的，我要跟什么？就像是我来跟这个灯比，谁比较漂亮？可能是灯吧。对啊，你就会觉得很荒谬，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比较，也是因为他活出了你想要活出的样子。可是我觉得这可能是跟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吧。怎么说？就可能妈妈不是总是会跟我说啊，那个谁谁谁家的小孩这么乖，为什么你都这么不听话？所以你知道就是2020年后小孩会怎么回答爸妈这个问题吗？不知道。那你怎么没跟他妈爸一样有钱？好开心啊对不对？我们都不敢，我们现在根本不敢回这种话，不敢回嘴，对不对？来，1990几年的不好说。所以你看2000年后的小孩就是这样啊，很多东西会被瓦解。就回过头来，为什么我很想生小孩？为什么？我会很想生小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一直有一个觉得这个世界可以更好玩的心嘛。可是这个世界变得，我认为它不好玩，就是因为以前的世代创造了很多纠结的业力。就无论是我们在讲的就是重男轻女这件事情，但你们去反过来看哦，在我们奶奶这一代，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就50年前重男轻女还是很严重，可是50年后的我们这个时代，你们觉得还有重男轻女这个东西吗？应该就没有这个限制，变成一个严重的重女轻男吧反正大家都比较想生女儿，对不对？对。好，那这个观念是怎么被瓦解跟变化的？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OK， 然后限制性信念被打破了吧？那被怎么打破的？新的一批对人来瓦解这一个，新的一批人会瓦解很多已经成为限制的游戏规则。所以有些时候改变世界并不是说我真的要改变我的想法我的思维，或者是改变爸妈的想法跟爸妈的思维，不是的，改变不了，因为他们世代的振动频率。可是呢，最好的瓦解方式就是稀释这个振动频率。新一代的小孩极度不认同重男轻女，所以自然而然的重男轻女观念会被稀释掉。是集体意识的概念。没错，我非常鼓励大家生孩子，包括我自己也很想生一堆孩子就是因为最好去改变这个世界频率的方式就是诞生一批新频率的孩子出现，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跟你想象中一样美好。所以我们要做的都不是改变别人，改变乃至也不一定是改变自己而是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去成就这整个集体意识，改变这整个集体。就像我妈昨天讲的，你要怎么改变仇人对你的看法？踹他2脚。你看有些人觉得不行，我就让你踢个铁板，我踹你2脚，让你也体验我痛，对不对？但其实最有智慧的方式就是念经回向给他。你说边念边吐吗？对不对？不是，而是说当你能够给予他爱的时候，你跟他的连接就是爱，他跟你的业力纠结就会被瓦解，那个振动频率就会被稀释掉。所以你要怎么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是最难的。改变自己是最难的，不是改变别人才是最难的。我现在讲变女生，我不要但你可以引导一个人慢慢去改变他的自我认同，因为别人的话比自己跟自己说的话还要真的来得听得进去。对，你自己一直跟自己讲说我很好我很棒，都不如有人跟你讲说香你真的好棒。真的。对啊，所以当然所有的东西都在回归到我们先好好的稳住自己，就像是我们一定有讨厌自己的一部分，那你需要改变那一部分吗？我会说不一定要改变，但你可以看见它，你可以觉知它，你可以发现它。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调整这样子的信念，从极度的执着到平衡的话，也许你要做的并不是说我要如何去多会转念，多会自我对话，有些时候是也帮助跟你一样议题的人，你就会间接帮到自己。
这个就是世界平衡的游戏法则，互助，没错。所以未来绝对都是一个集体意识共业的状态。什么叫做共业？我们所在经历的东西它其实都有一定的粘着跟紧密程度，所以我帮助别人就在帮助自己，我帮助自己也在帮助别人，所以它是双向的东西。所以当你觉得天哪，我就是改变不了，我一直嫉妒别人的坏习惯，对啊，怎么办？好，那你就可以去帮助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说嫉妒人的人，对，那该怎么帮助他？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人的灵魂就会切换视角。你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切换到高灵视角；但你想帮助自己的时候，你就切换到小我视角。所以，当你能够习惯用高灵视角去看见他的议题的时候，间接的你也在用高灵视角疗愈自己。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的镜子一样。我在跟各位听众讲这些话的同时，我也在自我觉察，我也在自我反思，顺便说给自己听这样。没错。所以我说的帮助不是要那种由上而下这种我是老师你是学生这种帮助，有些时候那个帮助就是平行的，我陪这个人聊一聊，我陪我的朋友聊一聊，其实你就打开自己很多心中那一块纠结的地方。所以要多聊天。对啊，我非常鼓励大家在身边一定要有自己的 support system。 那个 support system 也许是你的老师，也许是你的长辈，也许是你的平辈，也许是你的后辈。你跟不同的角色聊同样的议题，你会有不一样的思考。就像是发现到一个我想要觉察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跟不同人聊天。就比如说我前几天想觉察的事情就是心理素质是什么形成的嘛，我找桑迪聊，我找立成聊，我找我妈聊，我就想知道不同的人他对于心理素质这件事情的视角是什么，然后我自己会梳理成我自己的东西。所以你说帮助别人嘛，其实也不是那么伟大的词啦，其实也就是去聊聊你对这个议题的看法，互相，没错，其实就是在成就彼此，它背后的价值是很大的。OK， 好，所以呢，你看我们聊一聊又脱离主题了，但是也没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灵魂会议？我们其实要有灵魂会议，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合作的，我们都不是孤单一个人成长的。所以要提醒我们，灵魂的旅程本来就不是单打独斗，我要去打这个剧情，而是说集体。我们集体一起去经历这个剧情，然后我们在这个剧情当中各自带走各自会学习的东西。我们的灵魂其实都有不同角色，比如说有的是灵魂伴侣啊，灵魂家族，灵魂老师，灵魂挑战，灵魂镜子，灵魂触发，灵魂共修，灵魂过客，灵魂守护，灵魂使命，非常非常多角色。但无论这些角色是什么，这个关系就像是舞台剧的网格一样，有些人演的是主角，你看你生命中谁演你的主角？你的伴侣跟你的家庭嘛，对吧？你爸妈，那谁演反派？也有可能是伴侣。对，就是来挑战你的人，或者是说可以照见你内在的镜子的那个人。那谁演配角？小狗啊，小狗可能就是触发你一些东西的人，然后共修某个议题的人，或者说你的老师啊。有谁是路人？早餐店阿姨。对，过客。那是不是这个舞台剧有幕后守护者，幕后去支持这个剧情安排的人，对吧？调灯光啊，然后调那个那个道具啊，然后什么的，我们也会有背后很多幕后支持你的守护者的角色。无论我们人遇到了谁，每个角色都会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功课，最终我们都是在帮助我们的灵魂做进化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舞台剧这个剧情有一天也会结束，对不对？当我们结束这个剧情的时候，人就散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录这集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纠结说，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都来来去去，为什么他不能陪我一辈子，乃至灵魂伴侣都不会陪你一辈子。讲一讲我心都揪起来。我一想到说，如果我的灵魂伴侣不会跟我走一辈子的话，我心里也会觉得是不是也会觉得很揪。就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想到安妮许不会跟我一辈子的话，我就觉得好痛苦，好痛苦。可是呢，你又清醒的知道，好像每一次的对，好像每一次的说再见，也都代表着你已经切换不同的平行时空。那这个平行时空就代表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你已经交卷了。所以离开并不是失败的意思，而是你的任务就是完成了，这个剧情结束了。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纠结说，现在这么幸福，我不会再遇到一个会带给我更多幸福的人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恐惧。对啊，可是我必须得老实跟你们讲一句话，你会下一个会更好的概念吗？你真的会。你看每次在那边哭哭啼啼，觉得我真的遇到更好的，下个遇到说还真的会。我们只是会害怕未来未知的事情发生，但那个恐惧不是事实。真正的事实是你的灵魂永远会支持你去安排更适合你，因为你的灵魂只会不断的进化。你换一个剧情不会越换越坏，你只会越换越好。当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核心理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每一次你身边的离开，尽管是你很爱的人，你很恨的人，每一次的离开停下来，你都会发现你成长的很
多，而这些成长才是我们灵魂想要来这里体验的目的。我们来这里灵魂体验不是纠结为什么你不能跟我在一起一辈子而是要去看见说这段关系带给你什么样子的礼物。大家可以去反思跟觉察一下，现在马上出现在你脑海里，他已经离开你的生命当中了，而当时他的离开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冲击跟情绪反应，那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什么？你学飞了吗？你能够看见想学会的东西的时候，那恭喜你，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关系的进出场其实就是回到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叫做你频率改变。当你频率改变了，你的人际关系也会重新被排列，所以旧的人离开代表说他的频率也不再对齐你的，新的人出现代表说他是帮你打开新的门户跟平行时空。所以与其执着于他们走了，不如去感恩说哇，我接下来迎接新的自己，它就会是一个更舒服的状态。 OK，好，那我们接下来一样就是按照惯例来抽一张牌来给聆听这一集 Podcast 听众的祝福。那我们今天来抽我们最爱的奥修禅卡。好，自己跑出来。好，那所以亲爱的听众，我们抽到了忧伤跟全然这两张牌。那忧伤跟全然其实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样子的意思呢？首先第一个，忧伤的讯息是要告诉你生命中的告别跟离开其实本来就不是失败，而是我们必经的过程。就像是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必经过程一定会有快乐跟喜悦，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接受我们的必经过程也包含忧伤跟悲惨吗？悲惨听起来好像有点惨，但就是我们在灵魂必经过程一定都是很多的喜怒哀乐起起伏伏，所以我们要去接纳那一些低频率的状态，也是我们不需要去排斥这个低频率的状态。因为当然我们人的契约完成了，自然而然会带来失落跟空白，但是当你忧伤的时候也不要压抑它，因为当你忧伤的时候，你要知道就像这张卡牌的老人一样，就哭出来呗，能哭多惨就哭多惨，允许自己流过悲伤，才能够真正的释放跟转化。那全然的讯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无论是爱是痛是聚是相聚还是蜕变，我们都要全然的去经验这一切。你看这张卡牌，它是像马戏团一样荡来荡去，为什么？因为当你全然的活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过去又过来，过去又过来，它是一个很轻盈跟很自在的一个状态。你也不需要害怕我会不会接不住自己，全然放手的感觉。没错，都要全然的去爱去笑去哭去告别去感受。因为在每一段关系当中没有什么是真正失去，你会有失去的感觉是因为你觉得那是你的，但是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呢？就像是你会说我妈是我的嘛，好像也不会。对，你会说你男朋友就是你的嘛，也不会啊，你男朋友就是他妈的对吧？他妈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所以当然没有什么东西会失去，所以你唯一能留着的都是你们之间过程当中实际走过的灵魂记忆。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会马上出现在你旁边吗？不会。可是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照片可以马上出现在你面前，去怀念去感受这个人，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你能留下只有记忆，你没办法把这个人留在你身边。所以我们要全然的去看待每一段关系角色的进场跟退场，记得不论眼前的关系流动成什么样子，它都是被爱包围，就连忧伤也是爱，因为忧伤可以代表感受说这些关系很真实。所以也祝福聆听这集 Podcast 的你们，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关系当中更明白跟厘清自己的定位。无论任何人进入到你的灵魂蓝图过程当中，它全部都是被安排的，没有谁是偶然，每一段的相遇都是合作。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在玩这一场游戏，让我们一起升级吧。祝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大家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